凌晨2点，我收到了一条来自未来的短信。2025年7月15日的我，你好，我是3个月后的你，听好了，立刻按我说的做，立刻囤货，越多越好，食物、水、药品、武器，别心疼钱，钱马上就没用了。2去接爸妈，带他们去西山的老房子，那里偏僻，易守难攻。3别相信任何人，尤其是末日初期的邻居和同事。4王胖子会来找你，带上他，他有用，小心。短信到这里就断了，后面是乱码。起初我还不相信短信上的内容，只当是谁的恶作剧。可当我查看发短信的号码时，冷汗瞬间爬满后背，居然是我自己的号码。我连忙拿起手机给王胖子打了个电话。胖子，你丫是不是闲的？用我手机号给我发短信。王胖子在电话那头一脸懵，啥短信？我在店里忙死了，哪有空跟你玩这个？怎么了？收到诈骗短信了？他的语气不像装的。王胖子是我发小，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他有没有撒谎我一听就知道。挂了电话，我点开热搜，网上没什么异常，都是明星八卦和社会新闻。但往下翻，我看到了几条不起眼的内容。市医院急诊爆满，听说是什么新型流感，隔壁小区封了2栋楼，说是有传染病，搞什么？又来。刚从超市回来，抢米抢油的人好多，跟不要钱似的。这些帖子都没上热搜，评论也不多，但凑在一起看就有点不对劲了。我又刷了刷朋友圈，看到在医院上班的同学发了条动态，连续加班36小时，从来没这么累过。配图是空荡荡的走廊，光线很暗。我给他发了条消息，你们医院怎么了？很忙吗？过了10分钟他才回，别提了，来了好多奇怪的病人，高烧、狂躁，见人就咬，像疯了一样。上面说是新型狂犬病毒，让我们注意防护，你最近别出门，在家待着，见人就咬。这4个字像一道电流窜过我的脊柱。我想起了短信里的那句话，3天后会爆发丧尸病毒。今天是第1天，我猛地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不可能，这太扯了，丧尸病毒，电影里的情节怎么可能出现在现实里？但万一呢？万一是真的呢？如果是假的，最多损失点钱，浪费几天时间。如果是真的，我不敢想下去。我抓起手机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爸叫陈建国，退伍老兵，后来在地质队干了30年，当勘探队长，常年在野外跑。他这辈子见过的怪事比我听过的都多，对危险有一种近乎本能的直觉。电话响了3声就接了，我爸的声音洪亮：“儿子，咋了？爸，你先别问为什么，听我说。”我深吸一口气，把短信内容原本念了一遍。我爸沉默了几秒，换做别人，这会儿肯定已经开始骂我神经病了，但我爸没有，他只是问了一句：“你同学在医院上班，说的那些病人是今天开始多起来的？”对，他说连续加班36小时了，也就是前天开始的。我爸又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你在家等着，我和你妈现在就过去。”不对，他顿了一下，你别在家等了，现在立刻去银行，把你所有卡里的钱都取出来，能取多少取多少，然后去二手车市场买一辆皮卡，柴油的，马力大的，能装货的，买完直接开去你妈单位楼下，我们在那汇合。爸，你信了？我有点惊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爸的声音很沉，我干了30年地质勘探，见过太多科学解释不了的事。再说了，就算是假的，买辆皮卡也亏不了多少。但如果是真的，他没说下去，但我懂。如果是真的，犹豫的代价就是命。好，我现在就去。我挂了电话，抓起钱包和钥匙就往外冲。接下来的8个小时是我这辈子最疯狂的8个小时。我先跑了5家银行，把所有储蓄卡、信用卡里的钱全取了出来，一共23万多。柜员看我的眼神像看傻子，但我管不了那么多，钱在末日就是废纸，现在不花，以后就没机会花了。然后我去了二手车市场，花8万买了辆柴油皮卡，7成新，货斗很大，能装不少东西。卖车的老板乐开了花，说我爽快，我心里冷笑，等再过2天，你这车白送都没人要。开着皮卡去我妈单位的路上，我给王胖子打了个电话，胖子，别忙了，把你店里值钱的东西都带上，尤其是吃的和工具，现在立刻来市医院旁边的大超市门口找我。啥玩意儿？陈白你没病吧？我这店里还一堆活呢。听着，胖子，我打断他，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扯，但3天后会出大事，非常大的事，你信我就来，不信就当我没说，但我提醒你，到时候别来找我哭。王胖子沉默了几秒，然后骂了一句：“操，你丫最好别耍我。”等着，我半小时到，我知道他会来的。从小到大，每次我干不靠谱的事，他嘴上骂骂咧咧，最后都会跟着我一起疯。到了超市门口，我爸妈已经在那儿等着了。我妈手里提着2个大袋子，我爸背着一个登山包，手里还拎着2个纸箱。我妈是市医院的退休护士长，干了30年护理，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但这会儿她脸上也带着几分凝重，看见我就说：“小白，我跟你爸刚去了趟药店，把能买的药都买了，抗生素、退烧药、消炎药、碘伏、纱布、绷带，还有消毒液、口罩、手套，能拿多少拿多少。”我爸拍了拍皮卡的货斗，车不错，柴油的，耐造。走，先去军品店，然后去户外用品店，最后再回超市扫货。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分工合作。我们一家3口，加上后来赶到的王胖子，4个人像4台上了发条的机器，开始了疯狂的采购。我爸负责武器和防御装备，砍刀、消防斧、弓弩、防刺服、钢盔、防割手套、战术背心。他在军品店买了整整2大箱，老板眼睛都直了，问我们是不是要去打猎。我爸笑了笑，说：“
差不多吧，打猎物。我妈负责医疗和生活用品，除了之前买的药品，她又买了大量的卫生巾、卫生纸、肥皂、牙膏、牙刷、毛巾、被子、睡袋，还有净水片、滤水器、打火机、火柴、蜡烛、手电筒、电池。她列了整整3页纸的清单，每一样都算好了用量，精打细算，1分钱都不浪费。王胖子负责食物，这货开了个小饭馆，对食材门清。他带着我们直接去了批发市场，大米、面粉、食用油、压缩饼干、罐头、腌肉、干菜、盐、糖、调料，装了满满半车。他说这些东西够4个人吃半年的，我让他再买，越多越好。我负责杂项、电子设备、充电宝、太阳能充电板、对讲机、汽油、柴油、机油、修车工具、绳子、铁丝、钉子、胶带、塑料布，凡是我能想到可能用得上的，都往车上搬。第1天就这么过去了。晚上我们在我家楼下的车库里整理物资，皮卡的货斗堆得像小山一样，塞得满满当当。我爸抽着烟，看着满车的东西，说还不够，明天一早出发去西山，路上再补一批。西山脚下有个镇子，那里人少，应该还能买到东西。爸，西山那老房子真的能行吗？我问。西山的老房子是我爷爷留下的，土坯房，带着院子，在西山深处，离最近的村子都有10几里路。我小时候暑假去过几次，印象里就是偏僻荒凉，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绝对能行。我爸很肯定，那地方我熟，周围都是山，只有一条路能上去，易守难攻。房子是土坯墙，厚结实，院子里有口老井，水没问题，后面还有块地，以前你爷爷种过菜，翻一翻就能用。他顿了顿，又说，最重要的是那地方偏，人少。末日初期最危险的不是丧尸，是人，人多的地方乱得最快。我想起短信里的那句话，别相信任何人，尤其是末日初期的邻居和同事。我点了点头。第2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皮卡满载着物资，沿着国道往西开。一开始路上还挺正常，越往西走越觉得不对劲。高速入口堵了，全是车，喇叭声、叫骂声混成一片，我们只好改走国道。国道上也不太平，路过几个镇子的时候，能看到超市门口围了好多人在抢东西，警笛声此起彼伏，从早到晚没停过。我妈坐在副驾驶，看着窗外，眉头紧锁。这才第2天就乱成这样了。这才刚开始，我爸沉着脸，等第3天病毒全面爆发，那才叫真的乱。王胖子坐在后排，一直没怎么说话，他平时话最多，嘴贫得很，这会儿却安静的反常。过了半天，他才憋出一句：“白哥，你说那短信真的是未来的你发的？”我不知道，我实话实说，但不管是不是真的，我们现在做的这些都没坏处。王胖子点了点头，没再说话。下午的时候，我们到了西山脚下的镇子，果然如我爸所料，这里人不多，还算平静。我们又在镇上的供销社和小超市里扫了一批货，主要是种子、农具、化肥，还有一些煤炭和柴火。我爸还买了2口大铁锅、几个大水缸，以及一堆建筑材料，水泥、沙子、砖头、钢筋。他说要把老房子加固一下，再修个围墙。从镇子往上就是土路了。皮卡颠簸着开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到了西山老房子。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在土坯房上，院子里的杂草长得老高，那口老井还在，井台上长满了青苔，一切都和我记忆里一样，只是更荒凉了。我们把车停在院子里，开始卸货。我爸站在院子中央，环顾四周，像个将军在视察阵地。他指着院子大门说：“明天先把这个门换了，太不结实了。然后沿着院墙修一圈栅栏，上面插满碎玻璃，再在门口挖个陷坑，里面倒上尖钉子。”他又指着房子后面的山坡，后山那条小路也得封死，不然有人从后面摸上来就麻烦了。我明天上去看看，找个合适的位置设几个陷阱。我妈已经进屋收拾去了，一边收拾一边念叨：“这房子好久没住人了，得好好打扫打扫，炕得烧一烧，不然潮得没法睡。厨房也得收拾出来，明天我就把灶台砌好。”王胖子抱着一堆食材往厨房走，嘴里嘟囔着：“放心吧，叔婶，吃的方便包在我身上，别的不敢说，我做的饭保证你们吃了这顿想下顿。”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忙忙碌碌的3个人，心里忽然踏实了很多。不管那条短信是真是假，不管末日会不会来，至少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我掏出手机，又看了一眼那条短信，最后那句小心，后面的乱码，像一个未解的谜团。小心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明天就是第3天了，风暴就要来了。第3天的黎明是被手机的震动声吵醒的。我迷迷糊糊地摸过手机，屏幕上弹出了几10条推送新闻，标题一个比一个惊悚。突发，多地出现不明原因暴力伤人事件，警方呼吁市民居家避险。新型狂犬病毒蔓延速度惊人，卫健委发布紧急通知，市公安局请勿与行为异常者接触，如有发现立即报警。我瞬间清醒了，我翻身下床，跑到窗边往外看，天刚蒙蒙亮，西山深处静悄悄的，什么都没有，但手机里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了。我点开微博，热搜榜前20条全是关于这个病毒的。视频里那些病人眼睛通红，嘴里发出呵呵的怪叫，见人就扑上去咬，力气大的惊人，几个警察都按不住一个。评论区已经炸了，有人说这是丧尸病毒，有人说这是生化武器，还有人说这是假新闻，是拍电影。但我知道这是真的，那条来自未来的短信是真的。小白，怎么了？我妈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搪瓷缸子，我刚烧了点热水，你洗把脸。她话没说完，就看到了我手机屏幕上的视频。我妈的脸色一下子白了，她干了30年护士，见过无数病人，但视频里那种东西她从来没见过。妈，病毒爆发了，我声音有点哑，
比我们预想的来的还要快。这时候，我爸的声音从院子里传来，洪亮有力，都出来，开个短会。我和我妈穿好衣服出去，我爸已经站在院子里了。他穿着一身迷彩服，脚上蹬着作战靴，手里拿着一把砍刀，整个人像一把出鞘的刀，锋芒毕露。王胖子也出来了，顶着一头乱发，睡眼惺忪。叔，咋了？这大早上的，出事了！我爸言简意赅，病毒爆发了，比我们预想的早了半天，从现在开始进入战备状态。王胖子愣了一下，然后脸也白了。真的假的？你觉得我大清早的会跟你开这种玩笑？我爸瞪了他一眼，然后开始分配任务。小白，你负责警戒，拿上望远镜去屋顶待着，盯着山下那条路，有任何动静立刻汇报。胖子，你负责后勤，把厨房收拾出来。今天的饭你包了，多做点，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老李，你把医疗物资整理一下，西屋那间房腾出来当医务室，药品分类放好，贴上标签。那你呢？我妈问。我负责防御。我爸掂了掂手里的砍刀，先把大门加固了，然后沿着院墙修一圈防御工事。今天一天必须把基础防御搞起来。他顿了顿，扫视了我们一圈，都听清楚了吗？清楚了。我们三个异口同声。末日的第一天就这么开始了。我爬上屋顶，拿着望远镜往山下看。西山深处很安静，只能听到鸟叫和风声，但往远处看，能看到山脚下的镇子方向有黑烟冒起来，隐隐约约还能听到尖叫声和警笛声。我拿出手机刷着新闻，情况越来越糟，病毒传播的速度快得惊人，才一晚上的功夫，已经蔓延到了好几个省，医院瘫痪了，警察不够用了，政府呼吁大家待在家里，不要出门。但谁都知道，待在家里也不一定安全。我刷到了几个熟人的朋友圈，以前的同事发了条视频，他们小区已经有人变成丧尸了，在楼道里来回晃悠，门都不敢出。还有个大学同学说他室友被咬了，现在在宿舍里不敢出去，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看着那些熟悉的名字，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几天前我们还在一起吃饭喝酒，现在他们可能已经死了，或者变成了那种东西。我深吸一口气，把手机揣回兜里。现在不是伤感的时候，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上午的时候，我爸和王胖子开始加固大门，原来的木门太不结实了，一撞就碎。我爸找了几块厚木板，用钉子钉在门上，又在门后装了一根粗木杠，从里面顶住。然后他们开始沿着院墙修栅栏。我爸早就买好了铁丝网和木桩，沿着院墙内侧打了一圈木桩，把铁丝网拉上去，又在铁丝网上绑了很多碎玻璃和尖钉子。这玩意儿能挡住丧尸吗？王胖子一边绑钉子一边问。挡不住，我爸很实在，但能延缓他们的速度，也能挡住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真正的防御还得靠我们自己。我妈在屋里收拾医务室，把药品分门别类放好，抗生素、消炎药、退烧药、止血药、消毒液整整齐齐地摆在架子上，像医院药房一样。她还找了块白布，用红笔写了医务室3个字，贴在门上。万一有人受伤了，第一时间送到我这儿来。我妈对我们说，伤口处理一定要及时，不然感染了很麻烦。还有，谁要是被抓伤咬伤了，立刻告诉我，别瞒着。这种病毒潜伏期很短，发作很快，越早处理越好。我们都点了点头。中午的时候，王胖子做了一大锅红烧肉，还有炒青菜和米饭，香得不得了，比饭馆里做的还好吃。可以啊，胖子，你这手艺不去当大厨可惜了。我扒着米饭说。那是。王胖子得意地扬了扬下巴，想当年我在新东方，算了不说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你们就放心吧，只要有我在，保证你们天天吃好喝好。末日怎么了？末日也不能亏了嘴啊。我爸笑了笑，没说话，埋头吃饭。他吃得很快，3下5除2就吃完了，放下碗就继续去干活了。下午的时候出事了，我正在屋顶上警戒，忽然听到山下传来脚步声，还有呵呵的怪叫声。我心里一紧，拿起望远镜往山下看，只见一个人影正沿着山路往上走，走得摇摇晃晃的，姿势很奇怪。他穿着一件花衬衫，裤子破了好几条口子，露出里面血肉模糊的腿。他的头歪着，胳膊垂在两边，每走一步都发出呵呵的声音，像拉风箱一样。是丧尸！爸！我大喊，有东西上来了，一个！我爸立刻抓起砍刀，跑到大门边，透过门缝往外看。别慌，只有一个。我爸回头对我们说，小白，你从屋顶上下来，拿上那把消防斧。胖子，你把门后那根木杠拿好，等我命令再开门。老李，你回屋去，把门锁好，没我叫你别出来。我不回去。我妈站在台阶上，手里拿着一根擀面杖。我是护士，万一有人受伤了，我能帮忙。我爸看了他一眼，没再坚持。那你站远点，躲在墙后面。我从屋顶上跳下来，抓起靠在墙边的消防斧，手心有点出汗，心跳得很快。这是我第一次面对真正的丧尸，以前只在电影里见过，真到了现实里，那种恐惧感是从骨子里冒出来的。别紧张，我爸拍了拍我的肩膀，跟电影里差不多，打头，只要把脑袋打碎了，他们就不动了。记住，别慌，瞄准了再砍。我点了点头，深吸一口气。那个丧尸越走越近，已经到了院门口了。他隔着铁门往里看，眼睛通红，嘴里流着咸水，发出呵呵的怪叫，用身体一下一下的撞着门。木门被撞得咚咚响，好在我爸早上加固过，暂时还撞不开。准备好了吗？我爸问。好了，我握紧了消防斧。胖子，开门！王胖子猛地拉开门栓，大门哗的一声开了。那个丧尸失去了支撑，往前踉跄了一步，正好摔进院子里。我爸动作很快，一步冲上去，砍刀照着丧尸的脖子就砍了下去。扑哧一声，砍进去一半，卡在了骨头里。丧尸没死，挣扎着要爬起来，嘴里的呵呵声更响了。小白，我反
反应过来，抡起消防斧，照着丧尸的脑袋就劈了下去。这一下我用了全身的力气，斧刃深深陷进了丧尸的脑袋里。丧尸抽搐了2下，不动了。一股腥臭的味道扑面而来，黑红色的血溅了一地。我站在那儿，喘着粗气，手里还攥着斧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第一次都这样，我爸拍了拍我的背，习惯就好了。去拿点水冲冲手。胖子，过来搭把手，把这玩意儿拖出去埋了，别放在院子里，招苍蝇也容易传染。王胖子脸色发白，但还是强撑着过来帮忙。2个人拖着丧尸的腿，把他拖到了院子外面的树林里，挖了个坑埋了。我靠在墙上，缓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我妈走过来，递给我一条毛巾和一杯水。没事吧？吓着了？没事。我摇了摇头，喝了口水，就是有点恶心。正常。我妈叹了口气，我第一次见死人的时候也吐了，慢慢就好了。我点了点头，这只是第一个，以后还会有更多。晚上的时候情况更糟了，远处的城市方向火光冲天，把半边天都映红了。爆炸声、枪声、尖叫声隐隐约约的传过来，像来自地狱的声音。我们4个人站在院子里，看着远处的火光，谁都没说话。手机已经没信号了，电话打不出去，网也上不了。我们彻底和外界断了联系，不知道城里怎么样了，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活着，不知道病毒会蔓延到什么程度，什么都不知道。行了，都别看了。我爸打破了沉默，回屋睡觉，明天还有的忙。小白，你值上半夜，胖子值下半夜，轮流警戒。老李，你早点休息，养足精神。那你呢？我问。我再去检查一遍防御工事。我爸说，明天开始每天都得有人站岗，24小时不能断。这地方偏，但也不是绝对安全。我们都点了点头。回屋之前，我又看了一眼远处的火光。3天前，我还是个普通的上班族，每天上班下班，打打游戏，偶尔跟朋友出去喝喝酒。3天后，世界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我想起了那条来自未来的短信。3个月后的我，到底经历了什么？那条短信最后没说完的小心，到底是小心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从今天起，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活着了。末日来了，而我们必须活下去。末日的头1周，混乱而忙碌。我爸把整个院子的防御工事都修好了，大门换成了加厚的铁板门，院墙内侧修了一圈1人高的土墙，上面插满了碎玻璃和尖钉子。后山的小路也封死了，用石头和树干堵得严严实实，还在周围设了几个陷阱。我妈把屋里收拾得井井有条，西屋是衣物室，药品分类摆放，整整齐齐；东屋是储藏室，食物和日用品按种类码放。她还做了个台账，每天记录消耗，算着这些东西能吃多久。王胖子承包了所有的伙食，他把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变着花样给我们做饭。今天炖肉，明天炒菜，后天包饺子，愣是把末日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他还在院子里开了块菜地，种上了白菜和萝卜，说等再过2月就能吃上新鲜蔬菜了。我负责警戒和巡逻，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屋顶上，拿着望远镜盯着山下的路。白天我值白班，晚上和我爸、王胖子轮流值夜班，24小时不间断，一刻都不敢放松。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平静的有点不真实，但我知道这平静只是暂时的。第7天的时候，我发现了不对劲。那天下午，我正在屋顶上警戒，忽然看到山下的小路上有几个人影在往这边走，不是丧尸，是人，3个，2男1女，走得很慢，看起来很疲惫的样子。我心里一紧，立刻喊我爸：“爸，有人上来了！”3个，2男1女。我爸立刻抓起砍刀，跑到大门边，透过门缝往外看。别慌，我爸说：“先看看是什么人。”胖子，去把弩拿过来，上好箭。老李，你回屋去，把门锁好。我妈点了点头，回屋去了，但没锁门，站在门后听着外面的动静。那3个人越走越近，终于到了院门口。走在最前面的是个中年男人，40多岁，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夹克，脸上胡子拉碴的。他后面跟着一个女人，30多岁，头发乱糟糟的，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最后面是个年轻男人，20多岁，个子很高，瘦得像根竹竿，眼神躲躲闪闪的。那个中年男人看到院子里有人，立刻停下脚步，举起双手，做出一个没有恶意的姿势。里面的兄弟，别误会，他喊道，声音沙哑，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从城里逃出来的，几天没吃饭了，想讨口吃的。我盯着他的脸看了半天，忽然觉得有点眼熟。等等，这不是我以前住的小区里的邻居吗？好像姓张，大家都叫他张哥。他住我家楼下，以前上下班经常碰到，还一起打过几次牌。真的是他，我心里咯噔一下。短信里说的，别相信任何人，尤其是末日初期的邻居和同事，这么快就应验了。张哥，我试探着喊了一声。那个中年男人愣了一下，抬头往屋顶上看，你是小陈？陈白，还真是他，真的是你啊，小陈。张哥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太好了，遇到熟人了。我们从城里逃出来，走了好几天，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地方，你行行好，给我们点吃的吧，我老婆都快饿晕了。他身边的那个女人配合的晃了晃，一副虚弱的样子。我没说话，看向我爸，我爸冲我摇了摇头，示意我别出声。然后他对着门外说，这位兄弟，对不住了，我们自己的粮食也不多，实在匀不出来，你们还是去别的地方看看吧。别啊兄弟，张哥急了，我们真的是走投无路了，你看我老婆都饿成什么样了，我们就要一口吃的，一口就行，求求你了，行行好。他说着，眼泪都快下来了，那个女人也跟着哭，哭得梨花带雨的。这时候我妈从屋里出来了，
他站在门后听了半天，心软了。他爸我妈小声说，要不就给他们点吃的吧，怪可怜的。不行，我爸很坚决，你忘了小白说的那条短信了，别相信邻居和同事，这才刚末日几天，人心都坏了，现在给他们开门，谁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来。可是我妈还想说什么，别可是了，我爸打断他，听我的，没错。门外的张哥还在求，哭天抢地的说他们一家多么惨，死了多少人，好不容易逃出来，就想讨口吃的。我妈听得直抹眼泪。我站在屋顶上，冷冷地看着他们，可怜吗？看起来确实可怜，但我不信，末日才7天，再饿也饿不成这样。而且他们3个人虽然看起来狼狈，但身上都挺干净的，不像是走了好几天路的样子。还有那个年轻男人，眼神总是往院子里瞟，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爸，我压低声音说，我觉得不对劲，那个年轻的一直在打量咱们院子，像是在踩点。我爸点了点头，我也看出来了，没事，让他们在外面耗着，耗累了自然就走了。但我们没想到他们不走，张哥带着老婆和那个年轻男人就在院门口坐下来了，不走了。他们说，要是我们不给吃的，他们就饿死在这儿。我妈更心软了，一个劲的劝我爸，说就给点吃的吧，大不了不开门，从门缝递出去。我爸被缠得没办法，最后松了口，行吧，就给点吃的，但只能从门缝递，绝对不能开门。还有，只能给压缩饼干和水，不能给多了。哎，好，我妈立刻高兴了，转身去拿吃的。我和我爸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警惕，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的。我妈拿了3包压缩饼干和3瓶水，从门缝递了出去。张哥千恩万谢的接过吃的和水，3口2口就吃完了。吃完了，他又开始求，说能不能让他们进去歇会儿，外面太晒了，他老婆中暑了。我爸直接拒绝了，说不行，我们这儿地方小，住不下。张哥又求了半天，见我们确实不肯开门，也就作罢了。但他们还是没走，就在院门口坐着，说天太热，等凉快了再走。就这么坐到了晚上，天黑了，他们还是没走。我爸把我和王胖子叫到一边，小声说，这几个人不对劲，肯定没安好心，今天晚上都警醒着点，别睡太死。小白，你值上半夜的时候多盯着点门口，胖子，你值下半夜的时候也注意点，我半夜会起来查岗。叔，你放心吧。王胖子掂了掂手里的钢管，谁敢来闹事，我一钢管抡死他。别大意，我爸说，就怕他们玩阴的。我点了点头，我心里已经有了个计划。上半夜我在屋顶上警戒，我故意把灯开得很亮，然后假装打瞌睡，趴在栏杆上，像是睡着了。我要看看这几个人到底想干什么。果然，到了后半夜，大概2点多的时候，门口有动静了。我眯着眼睛偷偷往下看，只见张哥和那个年轻男人正蹑手蹑脚地往院墙上爬，那个女人在下面放风，时不时地往院子里看。他们想翻墙进来，我心里冷笑，真当我们这是慈善机构了。我没出声，静静地看着他们爬。院墙上面插满了碎玻璃和尖钉子，他们爬上来有好果子吃。果然，那个年轻男人刚爬到墙头上，就嗷的一声惨叫，手被碎玻璃划了个大口子，鲜血直流。他一个没站稳，从墙头上摔了下去，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张哥也被扎了手，但他比那个年轻男人稳，咬着牙没叫出声，骑在墙头上，犹豫着要不要跳下来。这时候，院子里的灯亮了，我爸举着弩站在院子里，箭头正对着墙头上的张哥。下来，我爸的声音很冷，不然我射箭了。张哥脸都白了，举着双手从墙头上慢慢爬了下来。那个女人早就吓傻了，站在那儿一动不敢动。王胖子打开大门，我爸拿着弩走在前面，我和王胖子跟在后面，把3个人都压进了院子里。那个年轻男人摔得不轻，腿好像断了，躺在地上哼哼唧唧的。说吧，想干什么？我爸坐在台阶上，手里把玩着弩，冷冷地看着他们。张哥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兄弟，我错了，我不是人，我鬼迷心窍了，你放我们走吧，我再也不敢了。现在知道错了，我走过去，蹲在他面前，白天求我们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会有今天？张哥，咱们好歹邻居一场，你就这么对我们？张哥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是他，那个女人忽然指着张哥喊，都是他让我们干的。他说你们这儿肯定有好多吃的，抢了我们就能活下去了，不关我的事，都是他逼我的。你放屁！张哥急了，明明是你出的主意，你说装可怜骗他们开门，开门进去就抢。2个人狗咬狗的吵了起来，我听得烦了，一脚踹在张哥胸口，把他踹倒在地。吵够了没有？2个人立刻不敢出声了。小白，你说怎么办？我爸看着我，我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按我说，都杀了，我语气很平静，放他们走，他们肯定还会回来，说不定还会带更多人来，留着就是个祸害。这话一说出来，那3个人都吓傻了。张哥脸白的像纸，那个女人直接哭了出来，跪在地上一个劲的磕头求饶。我妈从屋里跑出来，拉住我，小白，别杀人，他们也是没办法了，才走了歪路，咱们把他们赶走就行了，别害了人命。妈，你太心软了。我看着我妈，你今天放了他们，明天他们就可能带着人回来抢我们，到时候死的就是我们，末日了。妈，对别人心软就是对自己残忍。可是我妈还想说什么，行了，我爸开口了，听小白的，但也别杀了，毕竟以前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把他们赶出去，往西走，不许再回来，再让我们看到就不客气了。我看了我爸一眼，没说话，我知道我爸也心软了。当兵的人杀敌人没问题，但杀普通人还是下不去手。行吧，我点了点头，那就赶出去，但他们不能往山下走，得往西边的山里去，山下有镇子，他们要是把别人引过来，一样是麻烦。好，我爸同意了，我们把3个人赶出了院子，只给了他们2天的干粮和水，让他们往西边的山里走，不许
再回来。张哥千恩万谢的带着老婆和那个受伤的年轻男人一瘸一拐的往西走了。我站在院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树林里，心里总觉得不踏实。爸，你说他们真的会走吗？我问。不好说。我爸叹了口气，人心难测啊。行了，别想了，回去睡觉吧，明天再说。但我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就出事了。天刚亮，我正在屋顶上警戒，忽然听到东边传来了呵呵的怪叫声。我拿起望远镜往东边一看，头皮一下子就麻了。10几个丧尸正沿着山路往这边走，而走在丧尸前面的正是张哥他们3个。他们故意把丧尸引过来了，我心里的火一下子就窜上来了。给你们一条活路，你们不走，非要找死，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爸，我大喊，他们把丧尸引过来了，10几个。我爸立刻从屋里冲出来，脸色铁青。这群白眼狼，王胖子也骂了起来，别骂了，准备战斗。我爸抓起砍刀，小白，你在屋顶上用弩射，瞄准投射。胖子，你守大门，丧尸靠近了就一斧子一个。我在院子里机动支援。老李，你回屋去，把门锁好，没我叫你别出来。好，我们3个异口同声。丧尸越走越近，张哥他们3个跑得飞快，转眼就跑到了院子附近。小陈，开门，快开门！张哥一边跑一边喊，丧尸追来了，快让我们进去！我站在屋顶上，举起弩，瞄准了跑在最前面的张哥。小白，别！我爸喊了一声，但已经晚了。我扣动了扳机，弩箭嗖的一声飞了出去，正中张哥的大腿。张哥惨叫一声，摔倒在地。他老婆吓得尖叫起来，想停下来扶他，但后面的丧尸已经追上来了。丧尸们闻到了血腥味，立刻围了上去，把张哥按在地上撕咬起来。张哥的惨叫声响彻山谷，听得人头皮发麻。他老婆和那个年轻男人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跑，但慌不择路，跑进了我爸昨天设的陷阱里。陷阱里插满了尖竹子，2个人掉进去，当场就没气了。丧尸们吃完了张哥，又闻到了陷阱里的血腥味，纷纷围了过去，围着陷阱转。这正好给了我们机会，射！我爸一声令下，我站在屋顶上，一箭接一箭的射，专挑投射。我爸在院子里也用弩射，王胖子守在大门边，有靠近的丧尸就一斧子劈过去，丧尸一个接一个的倒下，10几只丧尸，不到半个小时就被我们清理干净了。院子外面横七竖八的躺了一地的尸体，有丧尸的，也有人的，血腥味扑鼻而来，难闻得很。我妈从屋里出来，看到外面的惨状，脸色发白，但没说什么。她终于明白了，末日里对别人心软，就是对自己残忍。胖子，搭把手，把这些尸体都处理了。我爸说，埋远一点，别招苍蝇。王胖子点了点头，拿起铁锹就去干活了。我站在屋顶上，看着远处的群山。短信里说的没错，别相信任何人，尤其是邻居和同事，这只是开始，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考验等着我们。但我不怕，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各司其职，团结一心，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坎。末日第15天，我们遇到了第一个真正的难题，物资不够了，不是食物不够，食物还够吃好几个月，是药品和一些日用品消耗的比我们预想的快得多，尤其是抗生素和消炎药。上次处理张哥他们引过来的丧尸时，王胖子不小心被碎玻璃划了手，伤口有点感染，我妈给他用了不少抗生素，这一下库存就见底了。还有汽油，皮卡的油耗不小，我们下山一趟就得烧不少油，虽然买了几桶备用，但也用不了几次。晚上我们4个人围坐在堂屋里开了个会，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爸抽着烟，眉头紧锁，药品、汽油还有一些工具都得补充，光靠省不了多久。那怎么办？王胖子啃着馒头说，总不能坐以待毙吧，要不下山去搜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爸点了点头。山下有个镇子，虽然不大，但超市、药店、五金店都有，去一趟应该能搜不少东西回来，但危险也大。我说镇子上肯定有不少丧尸，而且上次张哥他们的事，说明还有其他幸存者，不一定都是好人，危险肯定有。我爸说，但总比坐吃山空强。这样，明天我和小白下山去搜，老李和胖子留在家里守好院子。我也想去。王胖子举手，我力气大，能扛东西，你留下。我爸摇了摇头，家里也得有人守着，你和老李2个人，一男一女，遇到事也有个照应。你叔我不在家，你就是家里的顶梁柱，明白吗？王胖子愣了一下，然后挺了挺胸脯，明白。叔你放心，有我在，保证婶子和院子都没事。我妈有点担心，你们2个去能行吗？不然我也去吧，我是护士，万一有人受伤了，我能处理。你别去，我爸说家里更需要你。再说了，下山太危险，我不放心你去。放心吧，我和小白2个人没问题的。我当兵的时候比这危险的场面见多了。我妈还想说什么，但看我爸态度坚决，也就没再坚持。那你们一定要小心，我妈叮嘱道，遇到危险就跑，别逞强，东西没了可以再找，人没事最重要。放心吧妈，我笑了笑，我和我爸2个人配合默契着。话是这么说，但我心里也有点打鼓。下山搜索和在院子里防守不一样，在院子里我们有工事有地利，下山去就是深入险地，什么情况都可能遇到，但没办法，必须去。第2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和我爸就出发了。我们都穿着防刺服，带着钢盔，我爸拿砍刀，我拿消防斧，腰里还别着弩和几支箭。皮卡的货斗里放了几个空箱子，准备装物资。下山的路很顺利，没遇到什么危险。半个多小时后，我们就到了镇子上。镇子不大，就一条主街，两边都是店铺。街上静悄悄的，一个人都没有，只有风吹过的声音。地上散落着一些垃圾和杂物，还有几滩已经干涸的血迹，看起来这里经历过混乱。小心点，我爸压低声音，丧尸可能藏在店铺里，别分开，我们一起走。我点了点头，握紧了手里的消防斧。我们先去了药店，药店在街中间，门是开着的，玻璃碎了一地。我爸站在门口，听了听里面的动静，然后冲我做了个手势，示意我跟他进去。药店里一片狼藉，货架倒了一地，药品散落的到处都是，看起来已经有人先来过了，把值钱的好拿的都抢走了。妈的，来晚了一步。
我骂了一句：“别急。”我爸很冷静，他们只抢了表面的，里面肯定还有。去，把后面的仓库打开看看。我走到后面，仓库的门锁着，我一斧子劈下去，锁就碎了。推开门一看，我乐了，仓库里堆满了箱子，各种药品都有，抗生素、消炎药、退烧药、止痛药，整箱的，比我们之前买的还多。可以啊，爸，我高兴地说。你怎么知道仓库里有？废话，我爸笑了笑，开药店的哪有把货都摆外面的，肯定都在仓库里存着，赶紧装，能装多少装多少。我们俩动手把仓库里的药品往箱子里装，装了满满4大箱，还有不少瓶装的消毒液和酒精。从药店出来，我们又去了旁边的超市，超市比药店乱多了，货架几乎都空了，吃的喝的被抢得一干二净。但日用品区还有不少东西，肥皂、牙膏、卫生纸、毛巾，这些东西没人抢，都还在。我们把日用品也装了几箱，然后是五金店，五金店里的东西也不少，各种工具、铁丝、钉子、胶带、电线、灯泡，还有几桶汽油和柴油。这个好，我爸拍了拍汽油桶，正缺这个呢。我们把汽油和柴油都搬上了车，还有各种能用得上的工具。一上午的功夫，皮卡的货斗就装了大半，收获不错。我爸擦了擦汗，走，找个地方吃点东西，下午再搜别的地方。我们找了个2层小楼，爬上去，在楼顶吃了点干粮。从楼顶往下看，能看到整个镇子的情况，大部分地方都静悄悄的，但在镇子东边，镇政府的方向好像有动静。爸，你看那边，我指着镇政府的方向，好像有人。我爸拿起望远镜看了看，是有人，还不少，大概有10几个，看起来像是个幸存者营地。要不要过去看看？我问，说不定能交换点信息。可以去看看，但要小心。我爸说，别靠太近，先观察观察。吃完东西，我们就往镇政府的方向走去。还没走到，就有人发现了我们。2个拿着钢管的年轻人从镇政府里走出来，拦住了我们的去路。干什么的？其中一个年轻人警惕地看着我们。路过的。我爸很客气，我们是从山上来的，下来搜点物资，听说这里有幸存者，过来看看。2个年轻人对视了一眼，其中一个说，你们等着，我去问问我们老大。说完，他转身跑回去了，另一个留在原地盯着我们。没过多久，一个中年男人从镇政府里走了出来，他穿着一件军大衣，个子很高，身材魁梧，走路的姿势一看就当过兵。2位兄弟怎么称呼？中年男人很热情，伸出手来。我姓陈，这是我儿子。我爸和他握了握手。我姓赵，赵刚，以前是侦察连的。中年男人笑了笑，大家都叫我赵连长。走，进去坐，喝口水。我和我爸对视了一眼，点了点头，跟着他进去了。镇政府的院子挺大的，围墙很高，大门也加固过。院子里有10几个人，男女老少都有，正在各自忙各自的。看起来这个营地管理的还不错。赵连长给我们倒了杯水，然后聊了起来。我们交换了不少信息。赵连长他们是末日第2天就聚集到这里的，都是镇上的居民，一共17个人。他们把镇政府加固了一下，作为据点，每天派人出去搜索物资，勉强能活下去。从赵连长嘴里，我们知道了不少外面的情况。病毒是通过体液传播的，被抓伤咬伤都会感染，潜伏期很短，一般几个小时就会发作。发作后会失去理智，见人就咬，力气变大，不怕疼，只有破坏大脑才能杀死。军方在南边的城市建立了安全区，派了军队驻守，但路途遥远，中间隔着好几个城市，丧尸遍地，很难过去。还有，赵连长告诉我们，北边的山里有个废弃的人防工程，是以前战备的时候挖的，很大，能容纳好几千人。那里有独立的水电系统，还有储存的粮食和物资，非常安全。不过那个地方挺偏的，一般人不知道。赵连长说，我也是以前当兵的时候听老首长提过一句，具体位置在哪儿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大概在这附近的山里。我爸听到这儿，眼睛亮了一下，但没说什么。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我爸就起身告辞了。多谢赵连长的信息。我爸说，我们也该回去了，家里还有人等着呢。急什么啊？赵连长挽留，留下来吃顿饭吧，都到饭点了。不了。我爸笑着说，下次吧，下次有机会再来拜访。赵连长见我们执意要走，也没再挽留，送我们到了门口。离开镇政府往停车的地方走的时候，我问我爸，爸，你刚才听到那个人防工程怎么那么大反应？你知道在哪儿？我爸笑了笑，何止知道，我以前在地质队的时候进去勘探过，那地方就在西山北边，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走路也就2个多小时。真的？我惊喜地说，那我们别急。我爸打断我，先回去，从长计议。那地方虽然好，但谁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有没有被别人占了，有没有丧尸，都得摸清楚了再说。我点了点头。说话间，我们就到了停车的地方。刚走到车边，我忽然觉得不对劲，太安静了。刚才来的时候，街上虽然也安静，但还能听到点风声鸟叫。现在什么声音都没有，静得可怕。爸，小心！我压低声音，不对劲。我爸也立刻警觉起来，握紧了手里的砍刀，四下张望。就在这时，旁边的巷子里忽然冲出来一群丧尸，密密麻麻的，至少有20-30只。跑！我爸大喊一声，我们转身就跑，但已经晚了。前面的路口也冲出来一群丧尸，把路堵死了，前后都有丧尸，我们被包围了。往这边，我爸拉着我往旁边的一条小巷子里跑，巷子很窄，只能容2个人并排走。丧尸在后面追，呵呵的怪叫声此起彼伏，越来越近。跑了一会儿，前面是个死胡同。妈的！我骂了一句，别慌。我爸很冷静，爬墙。巷子2边都是院墙，不高，2米多。我爸蹲下来，双手交叉，做了个垫脚的姿势。快，踩我肩膀上去。那你呢？我急了，别废话，快！
我爸吼了一声，我没时间犹豫，踩在我爸肩膀上，我爸一用力把我拖了上去，我扒住墙头翻了过去，刚落地就听到外面丧尸的怪叫声更近了。爸，快上来！我趴在墙头上喊。我爸往后退了几步，助跑、起跳，伸手扒住了墙头。但就在这时，一只丧尸冲了过来，一口咬在了我爸的胳膊上。爸，我眼睛都红了。我爸闷哼一声，另一只手抓起砍刀，照着丧尸的脑袋就砍了下去。扑哧一声，丧尸的脑袋被砍成了两半，倒了下去。但更多的丧尸围了上来，拉我。我爸咬着牙，一只手爬着墙头，另一只手还在挥刀砍丧尸。我赶紧伸手抓住我爸的胳膊，使劲往上拉。我爸胳膊上的伤口很深，鲜血直流，染红了我的手。终于，我把我爸拉了上来，我们俩一起翻过墙头，摔进了院子里。丧尸在墙外面撞着墙，呵呵的叫，但翻不过来。爸，你怎么样？我扶着我爸，看着他胳膊上的伤口，眼泪都快下来了。伤口很深，能看到骨头，黑红色的血往外流。没事。我爸脸色发白，咬着牙说，没咬到肉，被衣服挡了一下，划了道口子。我掀开他的衣服一看，果然防刺服的袖子被撕破了，但里面的衣服还在，伤口是被爪子划的，不是被咬的。但即便如此，也很危险，谁知道爪子上有没有病毒？快走，先离开这儿。我扶起我爸，我们俩翻过另一个院墙，绕了一大圈，终于回到了停车的地方。皮卡还在，没被破坏。我们赶紧上车，我开车，我爸坐在副驾驶，用毛巾捂着伤口。我一脚油门，皮卡疯了一样往山上开。回到西山老房子的时候，我妈和王胖子都在门口等着，看到我们回来，他们都松了口气。但看到我爸胳膊上的伤，我妈的脸一下子就白了。怎么回事？受伤了？我妈赶紧跑过来，扶着我爸，没事，划了道口子。我爸强撑着笑了笑，别说话，快进屋。我妈扶着我爸往屋里走，胖子，去把医务室的灯打开，把手术包拿出来。小白，你去烧点热水，快！我妈一下子进入了工作状态，语气坚定，不容置疑。好，我和王胖子异口同声，赶紧去忙。医务室里，我妈给我爸处理伤口，她动作很熟练，先把伤口周围的衣服剪开，然后用生理盐水冲洗，再用碘伏消毒，最后缝合。整个过程，我爸一声没吭，额头上全是汗。我站在旁边看着我妈熟练的动作，心里踏实了很多。我妈干了30年护士，处理这种伤口比谁都专业。缝完针，包扎好，我妈又给我爸打了破伤风和抗生素。怎么样？我小声问，会不会感染？我说的感染不是普通的感染，是病毒感染，不好说。我妈叹了口气，伤口不深，处理的也及时，应该问题不大，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得观察24小时。如果24小时内不发烧，不出现狂躁症状，就没事。我点了点头。接下来的24小时是最难熬的。我爸发了低烧，37度8，我们都吓坏了。但我妈说，普通的伤口感染也会发烧，不一定是病毒。我们轮流守在我爸床边，一刻都不敢离开。王胖子变着花样给我爸做好吃的，补身体。我妈每隔2个小时就给我爸量一次体温，观察他的状态。我就坐在床边陪着我爸说话。第二天下午，我爸的烧退了，人也精神了很多，我们都松了口气，没事了。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坐在堂屋里，气氛很轻松。爸，我开口说，这次的事给我们提了个醒。西山这地方虽然偏，但不是绝对安全，而且物资有限，总有吃完的一天。我们得找个更安全的地方，长期待下去。我爸点了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正好这次下山，赵连长提到了那个人防工程。他顿了顿，看着我们，那个人防工程，我知道在哪儿。以前我在地质队的时候进去勘探过，地方很大，有独立的水电系统，还有储存的物资。如果我们能搬到那儿去，比在这儿安全多了。真的，我妈和王胖子都惊喜地说。真的，我爸很肯定，但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毕竟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有没有被别人占了，有没有丧尸，得先去探路。那我和你一起去，我说。不行，我爸摇了摇头，我胳膊还没好，得养几天，而且探路这种事，人多了反而不好，容易暴露。等我伤好了，我一个人去。那怎么行？我急了，太危险了。放心吧，我爸笑了笑，你把我当年在侦察连的时候，敌后渗透都干过，探个路算什么？我还想说什么，但被我爸打断了。就这么定了，我爸说，等我伤养好了就去探路，如果地方合适，我们就搬过去。我看着我爸坚定的眼神，点了点头。我知道我爸决定的事，谁也改不了，而且他说的对，西山老房子只是个临时据点，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家，一个能让我们在末日里安心活下去的家。我爸的伤好得很快，我妈的医术确实不是吹的，加上我爸身体底子好，才1个星期，伤口就愈合的差不多了。虽然还不能剧烈运动，但正常走路干活已经没问题了。伤好的第2天，我爸就出发了，他一个人背着个登山包，带着砍刀和弩，天不亮就走了。他说去探路，最多2天就回来。我们都很担心，但也知道拦不住他。我妈给他准备了足够的干粮和水，还有急救包，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一定要小心。王胖子拍着胸脯说，叔你放心去吧，家里有我呢，保证婶子和小白都没事。我爸笑了笑，挥了挥手，转身走进了山林里。接下来的2天是最难熬的，我们3个在家里坐立不安，干什么都没心思。我每隔1个小时就爬到屋顶上，往北边看，盼着我爸回来。第2天傍晚，我正趴在屋顶上发呆，忽然看到北边的山林里有个人影往这边走，是我爸。爸回来了！我大喊一声，从屋顶上跳下来，往门口跑。我妈和王胖子也赶紧跑出来。我爸回来了，但状态不太好，他衣服破了好几道口子，脸上也有擦伤，看起来很疲惫，像是经历了一场恶战。爸，你怎么了？受伤了？我赶紧跑过去扶他。没事，小伤。我爸摆了摆手，走进院子里，拿起水缸里的水瓢，咕咚咕咚喝了好几口水。先别
别问，让我歇会儿。我爸喘着气说。我们扶他进屋，我妈给他检查了一下，都是些皮外伤，没什么大碍，我们才松了口气。歇了好一会儿，我爸才缓过来，给我们讲了他探路的情况。那个人防工程确实就在北边的山里，离我们这儿大概20里路，走路2个多小时就能到。但问题是那里已经被人占了，占着那儿的是一伙坏人，大概15、16个人，领头的叫虎哥，以前是混社会的，手底下都是些地痞流氓。他们占了人防工程，作威作福，还抓了几个幸存者当奴隶，让他们干活，稍不顺心就打就骂。畜生！王胖子拍着桌子骂：“这帮王八蛋还是人吗？”我妈也气得脸色发白，怎么能这样？都是幸存者，就不能互相帮衬着点吗？末日了，什么人都有。我爸叹了口气，我在外面观察了一天，那伙人手里有枪，还有不少武器，防守也挺严的，硬闯肯定不行。那怎么办？我问，难道就这么算了？当然不能算了。我爸眼神很坚定，那个人防工程是个好地方，易守难攻，物资充足，非常适合长期生存。我们要是能拿下来，以后就不用担惊受怕了。而且他顿了顿，里面还有几个被抓的幸存者，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我们都点了点头。虽然末日里人心叵测，但该帮的还是得帮。再说了，那伙人占着那么好的地方，不干人事，留着也是祸害。那就干！我握紧了拳头，爸，你说怎么干？我们听你的。对，听叔的。王胖子也摩拳擦掌，我妈也点了点头。我也去，我可以负责医疗，万一有人受伤了，我能处理。我爸看着我们笑了笑，好，那就干。我们一家人齐心协力，没有干不成的事。接下来的3天，我们都在为战斗做准备。我爸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人防工程有2个入口，一个主入口，一个备用入口。主入口防守很严，有4个人站岗，还有机枪。备用入口在后面的山坡上，比较隐蔽，防守也松，只有1个人站岗。我们的计划是：第一，王胖子负责在主入口外面制造混乱，引开大部分人的注意力。他可以用我们之前买的鞭炮和汽油制造爆炸和火光，把人都吸引到主入口来。第二，我爸在正面牵制，用弩远距离射击给他们制造压力，让他们以为我们有很多人。第三，我负责从备用入口摸进去，解救被抓的幸存者，然后从内部打乱他们的阵脚，里应外合。第四，我妈在外面找个安全的地方等着，准备好急救包，万一有人受伤了，第一时间救治。计划制定好了，我们就开始准备。王胖子找了一堆鞭炮和汽油瓶，做了好几个简易燃烧弹，他还做了几个陷阱，说要给那帮混蛋一个惊喜。我爸把我们的武器都检查了一遍，砍刀、消防斧、弩、剑都磨得锋利，擦得锃亮。他还教了我一些近身格斗的技巧，还有怎么在黑暗中战斗。我妈把急救包整理好，各种药品、纱布、绷带装了满满一大包。她还特意准备了几支镇静剂和止痛药，说万一有人伤得重，能减轻点痛苦。我也没闲着，把备用入口的位置和路线都记熟了，还想了好几种突入的方案。3天后，一切准备就绪，行动定在晚上，月黑风高，正是动手的好时候。吃过晚饭，我们4个人就出发了。夜色很黑，山里的路不好走，但我们都走得很快。2个多小时后，我们就到了人防工程附近。我们在一片树林里停下来，做最后的准备。都记住了吗？我爸压低声音问。记住了。我们3个异口同声。好，我爸点了点头。行动！王胖子第一个出发，他带着他的燃烧弹和鞭炮，绕到主入口的侧面去了。我爸找了个隐蔽的位置，架好弩，瞄准了主入口的方向。我妈在树林深处找了个安全的地方，把急救包打开，随时准备救治伤员。我则绕到后面的山坡，往备用入口摸去。备用入口在一个山洞里，很隐蔽，不是知道的人根本找不到。洞口有一个人站岗，正靠在墙上抽烟打哈欠。我悄悄地摸过去，绕到他身后，举起消防斧的斧背，照着他的后脑勺就来了一下。那人哼都没哼一声，就软倒在地。我把他拖到一边，绑起来，嘴堵上，然后推了推备用入口的门，没锁，一推就开了。我深吸一口气，握紧消防斧，闪身走了进去。人防工程里面很大，灯火通明，走廊两边都是房间。我贴着墙，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大部分人都被吸引到主入口那边去了，里面没几个人。我很快就找到了关押幸存者的地方，走廊尽头的一个大房间，门锁着，里面传来低声的哭泣声。我看了看四周，没人，我一斧子劈下去，锁就碎了。推开门，里面有5个人，3男2女，都被绑着，缩在角落里，惊恐地看着我。别怕，我是来救你们的。我压低声音说，赶紧跟我走。我走过去，给他们解开绳子。那几个人愣了一下，然后反应过来，赶紧站起来，跟着我往外走。就在这时，走廊尽头传来了脚步声和骂声。妈的，怎么回事？后面怎么有动静？不好，有人过来了，快躲起来！我把那几个幸存者推进旁边的一个房间里，然后自己也躲了进去，关上门，留了条缝。2个人走了过来，手里拿着棍子，骂骂咧咧的。虎哥让我们过来看看，别是有人从后面摸进来了。不可能吧？备用入口那么隐蔽，谁能找到？难说，小心点好。虎哥说了，今天晚上不对劲，外面那帮人来者不善。2个人一边说一边走，很快就走到了关押幸存者的房间门口。哎，门怎么开了？其中一个人惊讶地说：“不好，有人！”另一个人反应过来，转身就要喊，不能让他们喊出来。我猛地推开门，冲了出去，一斧子劈在第一个人的肩膀上。那人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另一个人吓得魂飞魄散，张嘴就要喊。我冲上去，一拳砸在他脸上，把他打晕了。但还是晚了一步，他已经喊出了半声。远处传来了脚步声和喊叫声，更多的人往这边来了。妈的，后面真的有人，快过去看看！虎哥说了，抓住了往死里打。我心里一紧，人太多了，硬拼肯定不行。快跟我走！我对那几个幸存者说，往里面走，找个房间躲起来，等外面的人进来了再说。我带着他们往人防工程深处跑，
找了个储物间躲了进去。刚躲好，就听到外面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和骂声：“人呢？跑哪儿去了？搜！给我仔细搜！”就在这时，主入口的方向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和喊杀声，是王胖子和我爸动手了。外面的人一下子就慌了，不好，正面也打进来了。虎哥，怎么办？慌什么？一个粗嗓门的声音吼道：“应该就是那个虎哥，有2个人在后面搜，其他人跟我去正面，我倒要看看是谁他妈敢在老子头上动土。”脚步声渐渐远去，大部分人都去主入口那边了，只留下2个人在后面搜。机会来了，我对那几个幸存者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然后握紧消防斧，悄悄地推开门溜了出去。那2个人正背对着我往这边搜过来，我悄悄地摸过去，一斧子一个，都放倒了。解决了这2个人，我没有立刻去主入口帮忙，我有更好的办法，我往他们的武器库摸去。刚才进来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个房间门口站着2个人，应该就是武器库。果然，武器库的门口没人了，都去正面帮忙了。我推开门，里面堆满了武器，砍刀、钢管、棒球棍，还有几把猎枪和不少子弹。我笑了，这下他们没武器了，看他们怎么打。我把所有的子弹都揣进兜里，又拿了2把猎枪，然后一把火点着了武器库，火势很快就起来了，浓烟滚滚，着火了，武器库着火了。有人大喊起来，正面的人一下子就乱了。就在这时，我爸和王胖子冲了进来，里应外合，两面夹击。那伙人本来就乱了，武器库又着火了，更是军心涣散，被我们一冲，立刻就溃不成军了。战斗打得很激烈，但没持续多久。我爸的战术很厉害，王胖子的燃烧弹也发挥了大作用，我在里面又打乱了他们的阵脚。那伙人虽然人多，但都是些乌合之众，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不到半个小时，战斗就结束了。虎哥被我爸一刀砍伤了胳膊，束手就擒，剩下的人死的死，伤的伤，投降的投降，我们赢了。战斗结束后，我妈立刻进来了，开始救治伤员，不管是我们的人还是俘虏，她都一视同仁，认真处理伤口。王胖子在到处检查，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还有没有什么危险。我爸则在清点战果，安排后续的事情。被救的那几个幸存者对我们千恩万谢，说我们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他们里面有一个医生，一个工程师，还有2个是农民，都表示愿意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干。我爸很高兴，说人多力量大，欢迎他们加入。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都在整理这个人防工程，地方真的很大，有上百个房间，还有食堂、医务室、仓库、发电室，应有尽有。发电室里有2台柴油发电机，还有不少柴油，能供很长时间的电。水井也有，水质很好，够几10个人用。仓库里还有不少储存的粮食和物资，虽然不多，但够我们10几个人吃好几个月的。通风系统也很好，空气流通，一点都不闷。最关键的是，这里非常坚固，入口就2个，都很窄，只要守住了，再多的丧尸也攻不进来，简直就是末日里的世外桃源。我们给这里起了个名字，叫新家。1周后，一切都安顿下来了。我爸成了这里的负责人，大家都服他，听他指挥。我妈管着医务室，还有那个被救的医生给他打下手，医务室搞得有模有样的。王胖子管着食堂，变着花样给大家做好吃的，大家都夸他手艺好。我负责巡逻和警戒，还有训练那些新加入的幸存者，教他们怎么战斗，怎么杀丧尸。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忙忙碌碌的，日子过得很充实。这天傍晚，我站在人防工程的主入口处，看着外面的夕阳，夕阳把天空染成了金红色，很美。我掏出手机，又看了一眼那条来自未来的短信，短信的最后还是那句没说完的小心，后面是乱码。我忽然明白了，3个月后的我在发这条短信的时候，应该正在经历一场战斗，可能就是这场夺下人防工程的战斗，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危险。战斗中信号中断了，所以短信没发完，后面变成了乱码。但那又怎么样呢？未来不是固定的，既然我收到了这条短信，做出了不同的选择，那么未来就会改变。3个月后的我会经历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怕，因为我不是一个人，我有爸妈，有王胖子，还有这么多伙伴，我们一家人团结一心，各司其职，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小白，吃饭了。王胖子的声音从里面传来，今天炖了红烧肉，还有你爱吃的糖醋排骨，晚了就没了。我笑了，把手机揣回兜里，来了。我应了一声，转身往里面走去。夕阳的余晖洒在我身上，暖暖的。末日还在继续，外面的世界依然危险，但我们有了新的家园，只要心里有希望，末日里也能开出花来。